我的爱人在复活我的路上爱上了别人。等我醒来时，江安问我想要什么。我刚想开口跟他继续未完成的婚礼，瞬间，我脑海中出现一行行字：男主好深情，都成天地了，也不忘复活凡人女配。女配也是真不要脸，都复活了还想要名分，陪男主上百万年，出生入死的可是我们媚宝。反正被带回去也只会作妖，被冷落厌恶，那时候男主才能发现自己真爱是我们媚宝。日久生情 KSWL。 我思忖回他，我想和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江安怔住了，他的样貌与我死前相差无几，甚至更为俊秀华美。阿宇，你是跟我开玩笑吗？他带着哭腔，不敢置信。女配这种雌竞女居然要和离，这不合理。这老女人肯定是以和离要挟男主，真的贱。作者怎么想的，写出这么贱的角色？一会儿我们媚宝就带孩子来了，看怎么打脸女配。这些划过的文字尽是些不堪入耳的话。按他们所说，他们是一部女频修仙小说《逆天宠妃》天地清点宠里的弹幕。江安是里面的男主，天资卓越，孤僻冷傲，为了拯救为他挡天劫而死的白月光妻子，也就是我，与魔仙混血的女主萧苏苏踏上修仙旅途。他们二人欢喜冤家，在近百万年的相处中互相扶持，互相进步。萧苏苏对江安多次告白，江安都因为心中有我而拒绝，却在某次历劫无法突破时，与萧苏苏结合，致他有孕2次，第一次生下一女，现在正怀着婴儿。而我在被复活后性情大变，在天庭与萧苏苏争风吃醋，甚至多次陷害萧苏苏，导致她流产。江安恨毒了我，最终在我再次作妖时一掌红光，我魂飞魄散。呵，真可笑。安淡，于姐姐肯定是百万年睡糊涂了，毕竟她现在还是人类，肉体凡胎愚钝得很，不如先留在天庭休养一段时间。远处一仙子红袖飘然，踏云而来，她肚子微微隆起，身旁站着个样貌缩小版的她。但爹，爆！那女孩咬着糖葫芦，冲着江安就扑了上去。倒霉苏，不是说好恋恋换牙期不能吃糖吗？江安上一刻还握着我的手，下一刻却不由自主把那孩子抱在怀里。出现了，是专属称呼，安蛋和倒霉苏。江安大混蛋，简称安蛋，连恋恋宝宝都这么叫，真是的。男主都成天地了，还宠着女主和恋恋宝宝这么叫，一家3口 KSWL。 某人是不是有点多余啊？是谁我不说，女主宝宝还是太善良了，居然主动让女配留在天庭，心疼她不知道后面的剧情。我咬着唇，试着唤了声安郎。江安没反应，继续跟萧苏苏打情骂俏。我更大声些，安郎。江安这才缓神，他把孩子放下，单膝跪地在我面前，怀中掏出一盒仙丹，脸上浮现出我年少时曾见过的害羞。阿宇，抱歉，太久没人叫过我安郎了。我给你介绍，萧苏苏是我修仙路上的伙伴，他说你肉体凡胎愚钝，不是骂你，是凡人身体太脆弱，所以我今晚亲自度你修为，这样你就能跟我一样成为永生仙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。我指着那对母女问，她生下你的女儿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却在她面前说跟我永不分离。萧苏苏不出所料湿了眼眶，一双小手捶打着我的身体，你个坏女人，把我娘弄哭了，快给我娘道歉。女配装什么清醒白莲花，摸摸苏苏宝宝别哭了。女配想和离直接滚啊，跳下诛仙台就能回到凡间了。女配也就随便说说，这贱人怎么舍得天庭的富贵和永生的诱惑呢？在我转身时，江安有力地握住我的胳膊，同时也握住欲要转身的萧苏苏。阿宇，你要去哪？诛仙台，我说过我的愿望就是跟你和离。他皱着眉，很是不解，就因为我和苏苏有孩子，你就这么小气？是我小气吗？我的丈夫在复活我的路上爱上了别的女人，我不该生气吗？你放手吧，我不想做那些文字里所说的恶毒之人。离开，是我唯一能做的选择。江安的确放开了手，
他放开拉着萧苏苏的手，在背后紧紧抱着我。我这一路上唯一的心愿就是复活你，你不在，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我也红了眼眶。最难夫妻是少年。或许我应该相信我的江安，而不是这些奇怪的文字。但爹，娘的肚子出血了。萧苏苏痛苦地捂着肚子，面色惨白。江安放开了我，引渡内力止住了血。萧苏苏怀抱着他的脖子，他没有拒绝，而是顺势抱了起来。苏苏有早产的症状，阿宇，我去就回。萧苏苏早产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去照料，无可厚非。我总不能看一个无辜的孩子去死，更何况那是江安的孩子。可我又自私地想，如果不是我早死，我们也会有孩子。我和江安会是一对普通的爱侣。阿宇，苏苏只是怀了我孩子的好兄弟，你别多想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我的手指嵌进肉里，咽下对江安的埋怨。好。江安仍顾虑我会跳诛仙台，他安排了数百个身强体壮的天兵，将我锁在一栋富丽堂皇的宫殿内，不许仙仆与我交流。我根本没办法找到诛仙台的位置，甚至不知道时间的流逝，吓死我了。幸好女配没出手，苏苏生了个健康的男宝，男主说跟他刚出生时一模一样呢。有没有人觉得女配被关后好像变老了？天上一天，人间一年。男主陪着苏苏坐月子，已经过了15天，女配现在已经是30岁的老女人了。30岁，老。江安和萧苏苏已经活了100万岁吧？他们的相貌仍是少年模样。我看向镜子，我的眼角漫出了一丝丝细纹，皮肤也变得蜡黄。我确实在衰老，1天、2天、3天、10天，只是我有些想念爹娘，想念我的族人们。我没见过娘白发，没见到爹变老，没让我的家族荣光。那个时候，我一心一意扑在江安身上。他修仙需要仙气筑顶，10里8乡只有我们家族有筑顶经验，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一个天煞孤星能成仙。我就跪在祠堂，一步一磕，额头渗血也不知疼痛，求我父母族长，他们答应的唯一要求就是让江安入赘。大婚之夜，天下惊雷，我用生命为江安挡下天劫，他突破筑基期，伫立凡人之巅。而我的父母族人，他们看见我死去该多么痛苦啊！为了一个男人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多不值得。那时我不懂，以为少年的深情可抵天荒地老。我不能这样老死，我要回家，我要给我的家人一个交代。阿宇，你的气消了吗？江安的声音落在我的耳后。我回头，他便站在我面前，圣光加持下愈加容光焕发，而我快干瘪了。他环抱着我，很紧很紧。阿宇，苏苏生了个男孩，像我刚出生的样子。天帝好厉害的记忆，出生的模样都记得。他叹了口气，阿宇，还是换我安郎好不好？我试图挣脱开他的怀抱，可他力气太大。小时候，你帮我打倒每一个欺负我的乡绅子弟，阿宇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一个女孩子跟他们摔跤，浑身是伤，满脸是泥。你赢了他们好多蝈蝈，我们拿到集市上卖，卖出的钱买了4袋芝麻糖，撑得我们躺在石板上看月亮。我怎么会不记得？月光下，小小的江安鼓着勇气向我求亲。我，江安，10年后要娶陈阿宇，永不纳妾，永不二妻，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，只爱陈阿宇。繁星作证，天地为鉴，若有违背。小江安挠挠头，我嚼着芝麻糖笑翻在地。若有违背，永远吃不到芝麻糖。6岁的江安和5岁的我想不到任何比这还严重的后果。阿宇，我把我的一半修为给你，你就不会再变老了。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灯骤然熄灭，我的里衣被解开。江安不知什么时候将我抱到了床上。我闭上眼，脑海中再次出现弹幕。完了完了，男主要脏了。可怜的女主宝宝带着2孩子独守空房，作者能不能不要虐女了？看吧，
女配果然受不了自己变老，还说要和离跳诛仙台，塑料袋啊，这么能装。我心里憋着气，一个普通的凡人女子，就算跳下诛仙台，一无所有，要怎么在这仙魔丛生的世道过活？要怎么寻找早已转世轮回的家人？既然江安自愿分我修为，我为何不利用？一晚过后，我的面容恢复了之前的样子，丹田内更有一股神奇的力量。我想那就是江安的那一半修为。江安还没醒，他保持着将我揉进怀的姿势，令我几乎动不了。我试探着起身，倒霉苏，别闹。动情时，他说了千遍万遍爱我，只爱我。可现在最放松时，他想的却是萧苏苏。女配打开狗眼看看吧，男主潜意识里最爱的还是我们女主。女配只是与男主过了15年，我们苏苏可是跟男主有上百万年的相处，谁是最爱一目了然。女配以为自己先成婚，然后死了成白月光，再复活就能得到男主的心，可惜了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就这个背得爽啊。女配到底什么时候跳诛仙台？我受不了了。我晃着脑袋，却怎么都晃不掉这些弹幕。我索性也不装了，既然如此，你们来告诉我诛仙台在哪里？弹幕炸了，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我能看到。女配是在跟我们对话吗？女配疯了？还是我疯了？她怎么可能看到弹幕？女配，你如果能看到弹幕，你就比个心。比个心？什么意思？虽然不明白，我还是指着自己的心房处。比心是这样吗？弹幕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是爆炸般的涌现。你们慢点发，我要看不清了。我感觉我的脑袋都要疼炸了。那我们骂女配的话，她也看见了。那我们骂的也没毛病啊，她本来就是贱人啊。可是她还没作恶啊。要是女主宝宝能看到就好了，怎么偏偏是我最讨厌的女配啊？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下一张看不到了？我靠，真的变成空白了。谁去私信作者问问是不是出 bug 了？我记得这是篇完结小说啊，我都看过好多遍了。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引导能决定小说剧情走向？想太多了，她只是个炮灰恶毒女配而已。女配又如何？我是我人生的主角。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所以你们现在能告诉我诛仙台在哪里了吗？按照弹幕的指引，我悄悄逃了出来，幸而有江安的一半修为，让我能够隐身躲避天兵的巡查。这就是诛仙台。我望着一口萦绕着七彩仙云的景，透过云层，我仿佛看见了我逝去的家人。爹娘，孩儿不孝，我来找你们了。正欲纵身一跃，一束红光如同绳索捆住了我。阿宇姐姐，这是要去哪里？萧苏苏怀抱婴儿，神色虚弱，下身还有血水渗出，眼眶红红，似刚哭过。跳下诛仙台，成全你们。我试着用修为挣脱，却越来越牢固。这是捆仙索，修为越高越难挣脱。阿宇姐姐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如果是我惹到了你，那我道歉。她拖着羸弱的身躯径直跪了下去。弹幕又开始心疼她。女主宝宝这个样子，比当初被女配陷害流产还要惨。我都后悔告诉女配诛仙台位置了，陈阿宇就安安静静当她的恶毒女配不就行了？女主居然还在道歉，已知她没做错任何事。女配就是利用我们这些弹幕欺负女主吧。以后女配再问，我就告诉她假的，让她自己倒霉。嚯，这些弹幕真会联想和双标。我无心在意他们，只专心沉下丹田，想隐藏修为，以便逃脱。当年我与江安一同修仙，我进步的速度甚至比他还要快，只是顾及他的面子，每次都故意输给他。可惜我未突破筑基期便死去，不然如今的成就不一定在其之下。萧苏苏觉察出捆仙索的松动，玉指轻捻，嘴里念道：我不会把安蛋让给你的，因为我们是天生一对，你就做好你的本分，恨我就够了。说完，眼底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我感觉他有点不对劲。刹那间，我身上的仙索效果消失，萧苏苏晕了过去，掉落在地的婴儿啼哭声便响彻云霄。江安赶了过来，
他压着眉头，见此惨状，竟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倒霉苏说你一直对他心中有虑，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会争风吃醋的女人，更何况我从未爱过他，一心一意都在你身上，你为什么不放过他？他担心你下凡会遭遇不测，所以才拿捆仙索绑住你，可是你为了挣脱，居然暗算他。我从来不知道你心竟如此狠毒，他刚生产完，身体虚弱得很，如今又大出血，你是要置他于死地不成？救你复活原是我100万年的执念，如今心愿已了，你我两清了。江安抱起萧苏苏，红着眼道，你不是想要和离吗？好，我跟你和离。他割掉一半的头发扔在我面前，离开时还不屑道，你还不知道如今的人间是什么样，我打赌不出3日，你就得跪在我的神像前，求我下凡接你。我背对着他，咽下最后的眼泪。天帝想多了，你我此生不会再见。我一跃而下，人间已与我死前全然不同，妖魔横行，如同炼狱，而我的家族，在上百万年的时间里，恐怕早已成了齑粉。如今我只能从地府入手，希望能找到他们转世的身影。你们知道怎么去地府吗？我问着弹幕，弹幕支支吾吾，有些不愿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叹气，我和江安缘分已尽，我不会去破坏他们的感情。我现在只想找到我转世的家族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，只有你们能帮我了。可令我没想到，他们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。其实你的父母在你死去之后与男主决裂，后来他们加入了反派阵营，然后说这些干什么？让女配更恨男主吗？那也是他家族人咎由自取，站错了队，非要跟男主作对。女配的家人也跟女配一样贱，我可以任由他们骂我，但是骂到我家人身上，我忍无可忍。你们如果还这么没礼貌，我现在就回天庭弄死你们的女主。弹幕不敢吭声了。所以我的父母已经转世了是吧？说话，几条零星的弹幕跳了出来。你的父母家人们没有转世，反派被打败后，女主给男主提了建议，他们的魂魄被男主下了神法，永世不得轮回，现在正跟反派一起在地府受刑。地府最惨绝人寰的18道刑法，从上到下，从老到小，无一幸免。我的腿脚发软，几乎站不住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当初我没有爱上江安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恨透了自己，我要去地府救回我的家人。江安，我们两清。不可能，萧苏苏，我也不会轻易放过。我大闹了地府，看着被折磨100万年，已经失神的父亲母亲，泪已然决堤。爹娘，我是阿宇，孩儿不孝，孩儿来接你们回家。我的父母已经完全认不出我，任凭我如何讲述从前，他们都茫然不知，如同断了线的木偶。忽然，一道幽暗的魂魄在我耳畔低语：你身上有江安的味道，你的父母怎么会认你呢？我不解。那晚之后，我已清洗过无数次，怎么还会留有味道？你是谁？江安顶替的是谁？我就是谁。原来这缕魂魄是原来的天帝。天帝这个职位是天地间唯一能够复活他人的存在，可他不愿把这个机会留给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凡人，因此被江安取代。我心中说不出的难受。江安一向淡泊名利，如果不是为了复活我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，拿着爱人当造反的借口罢了。他真的爱你吗？我看未必，如果真的爱你，怎么会跟别的女人睡呢？他突破不了就没法成仙，不成仙就见不到你，自然无法复活我。那魂魄笑了，有千千万万种突破的方式，他偏偏选择最恶心的一种，为什么呢？承认吧，他的心早就不在你那里了。我咬着唇，拳头握紧，竟然只是这样？复活我只是他攀高位的借口吗？是啊，若是他一心一意爱着我，就算一时突破不了，也会选择别的方式，而不是。想到这，我胃里一阵翻涌，恶心，好恶心。哦，我吐不出来。按理来说，我成了半仙之身，就算不吃不喝也不会感到疲倦。可我下凡之后胃口大好，
一顿不吃都不行。不会吧？难道我曾学过医术，战战兢兢地把着自己的脉，另一条强有力的脉搏在我指腹跃动，我的腿几乎站不稳。眼前弹幕闪过，不愧是男主，这体质一发入魂。之前跟苏苏也是，第一发就有了恋恋宝贝。不过怀小太子可不是一次两次，哎呀，我忘了女配能看到了。我的眼泪早已流干，掌中用力就要往肚子使去，前天地的魂魄却拦截住我。你不是想让你的父母恢复神智吗？不如让这孩子弑父夺权，他当了天帝，自然可以复活你在地府的亲人。没等我说话，弹幕反而不乐意了。凭什么？我们苏苏和男主的儿子才是未来的天帝，女主不会是嫡庶大婆娇吧？别以为当了嫡妻孩子就能当天帝。子凭母贵，我们苏苏才是被宠的那个，男主跟爱的人才会一直生孩子。是啊，而且男主跟他已经和离了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难不成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吗？反正苏苏会和男主有无数个孩子，女配的孩子就无所谓了。到现在，这些弹幕还觉得我会跟萧苏苏争抢，全然忽略江安是屠灭我整个家族的仇人。陈阿宇，这个孩子非常重要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。况且刚刚有一小厮偷听到我们说话，恐怕现在你怀孕的消息已经传到天庭了。江炼带兵赶到地府时，我已经将家族成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只留前天帝的魂魄在我身边。江炼比我之前见到的幼童模样长大不少，看样子15、16岁，跟萧苏苏像极了。幸好娘在地府的眼线将此事上报给我，不然你这贱人的贱种就要跟我弟弟抢位置了。他一杆红缨枪挑起我的下巴，你是自裁谢罪呢，还是我亲手除了你这贱人？我手轻扬，红缨枪便碎裂在地。你，这可是蛋爹送我的生辰礼物，别以为你拿了蛋爹一半修为就能为所欲为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在你走之后，蛋爹跟我娘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3界都知晓。他们只会觉得我娘和蛋爹是一对璧人，没人会记得你曾是蛋爹的女人。我确实曾对江安抱有余念，但那是曾经。现在，我想要的不是爱，是我的家人能回来。可江炼不知何时找到了我安置好的家人，他们只有依稀的魂魄，被巨大化的江炼攥在手中，岌岌可危。这畜生是你爹，这贱女人是你娘，这帮老头老太太不会都是你的宗族吧？我怒不可遏，与其开战，又怕伤了家人，不敢下重手。他看准时机，割开了我的肚子，生生刨出了我未成形的孩子，碾碎，又将我的亲族吞掉，不留任何余地。恋恋干得好，幸好我们告诉苏苏女配把亲族放在哪了，谁让这帮人跟男主作对，还想有好下场。这女配的孩子就不应该出生。恋恋也是为民除害了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苏苏也能看到弹幕，终于不用在女配这恶心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萧苏苏那么执意不想让我跳下诛仙台，她不想让我脱离原有的剧情，只想利用我做好一个恶毒女配的本分。我偏不，若是天意如此，我必逆天而行。我挣开束缚，不顾刚被刨腹的疼痛，看准时机重创了江炼。江炼，本想着你跟蛋爹也有情分，我留你一命，如今看来也没必要了。反正要是蛋爹问起，就说你下凡后纵情娱乐，与男人交合而死。他背后是数十个天兵天将，正解开腰带，如狼似虎地看着我，就连弹幕也在怂恿。女配100万年没有男人，这是对她的福报。天兵天将个个身材健壮，死丫头吃得真好。谁让女配勾引男主上床？要是她没怀孕，恋恋宝宝也不会伤害她，都是女配的错。我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穿过天兵天将，掐住江炼的脖子，咯吱，一命换一命，很合理吧？江炼倒得抽搐着，意识仍有残留。你好像还不知道，你爹给了我一半修为。我向天兵天将下了指令，强行转变了他们的方向，向江炼走去。女配要干什么？我就说她恶毒的本性会显示出来吧。
报复恋恋的方式这么辱女，果然内心还是雌竞。我没有心情跟这些弹幕吵架，我演了一出戏，与钱天地心声交流，让江安在地府的线人看到我魂飞魄散。他又教我隐蔽气息，3界内就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一般。就算这些弹幕反应过来去提醒萧苏苏，江安感受不到他的另一半修为存在，也只会觉得他在胡言乱语。我趁着这段时间释放了地府被囚禁的阴灵，他们都是被江安和萧苏苏关押的，有的甚至只是不愿被炼成丹药的花草灵兽。我将他们收在麾下，招兵买马，历练100万年。在钱天地和这些江安的对手指点下，我的修为成就已经接近江安了。只是他们可惜我肚里的孩子，如果那孩子在，一定能逼江安让位，成为新的天帝。我笑了，我成帝便是了。弹幕嘲笑我，女配怎么100万年过去还这么天真，随随便便就能称帝，修为都是偷男主的才这么顺利，真不要脸。信女配能称帝，还是信我是秦始皇？他们的时间流速跟我不一样，我这100万年披荆斩棘，而在他们那边的视角，就一页的几行字而已。我已准备完全。战前，我回到家乡为家人扫墓。江安来了，自从知道我死了，他开始尝试将我再次复活，可根本没有用。钱天帝跟我说，一个人只能复活1次，更何况我也压根没死。他在我家乡立了我的碑，还原着之前我们生活的建筑。他不再管理天庭的事，全权扔给萧苏苏和他的儿子。他不回天庭，也不让任何人接近这里，就连萧苏苏也不见。他每晚都是抱着我的墓碑入睡，我的碑上全是他的泪痕。阿宇，其实你跳下诛仙台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想你也就待个几天，然后就会回来跟我在一起。可是我等了好几天，你都没有动静。倒霉苏说，如果我跟他成婚，你肯定会坐不住回来的。可你怎么那么傻？遇到危险的话，你只要喊我一声安郎，我就会过去找你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让他们欺负你。还是说，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吗？我知道你怪我跟倒霉苏有孩子，可我没办法，这是最快渡劫的方法。我太想你，太想见到你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更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，他也是一样的，只把我当成一起渡劫的伙伴而已。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，要尽到责任，孩子是无辜的。你第一次死去的那个画面，在我脑海里回放了无数遍，100万年，我从未忘记过。我以为给你一半修为你就能活下去，是我不好，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说气话，如果那个时候你对我仍有一丝留恋，都不会等死。他仍哭着，颤抖着。阿宇，你把我带走，好不好？我的脸也被泪水打湿。安郎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江安骤然回头，我早已淹没在黑夜。你真舍得杀江安？钱天帝问我，为什么不舍得？他指了指我胸前别的白花，这是江安往你墓前放的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？我只是不想忘了我的来时路，这朵花不是纪念，而是祭奠，祭奠我的年少无知。钱天帝只是笑笑，如果你下不了手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他。弹幕跟我的现实进程有延迟，所以他们通报给萧苏苏时，我的兵马早已攻上天庭，打了他们措手不及。萧苏苏和他弱小的儿子根本就扛不住。就当我即将杀了他们时，江安赶了过来，为他挡了这一剑。是我欠你们这些人的，跟他与孩子无关。看吧，不舍得的另有其人。我挡着面容，江安没认出我，只觉得我和他们都是自己的手下败将来寻仇，直到看到我胸前的白花。阿宇，是你吗？他瞬间红了眼眶，不顾我的剑插得越来越深，一步一步走向我。阿宇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的全部修为，我的天地之位，还是我的命，我不想与他相认。你认错人了，陈阿宇早就死了。他苦笑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放过萧苏苏和孩子们，我任你处置。到头来，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他的孩子是孩子，
你和陈阿宇的就不是了吗？钱天地悠悠地说。江安显然不知道这件事。我和阿宇有孩子？是那次吗？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？那孩子在哪？他神情飘忽，腿也软到站不住，扶着剑跪在我面前。萧苏苏的女儿刨了陈阿宇的腹，未成型的孩子被血淋淋挑死，陈阿宇也因此而死，所以江安一命换一命，他们必须死。我挡住钱天地，咬着牙给了江安一个选择。江安，我可以放过他们，但是你真的再也见不到陈阿宇了，或者我杀了他们。陈阿宇马上就能出现在你面前，跟你过神仙眷侣的日子，你怎么选呢？江安做不出选择，他自愿经脉尽毁，跪在我脚边求我放过他们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杀了我，可以吗？他一门心思求死，我偏要他看着他的萧苏苏和孩子死在他面前。可无论我如何使用力量，都无法伤到萧苏苏分毫。难道？弹幕浮现，女配死心吧，作者已经在改小说了，他只要一笔带过就能改写结局，你的努力全白费了，哈哈哈！我看着一瞬间被压制的兵马，喉咙一紧，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辜负这些陪我出生入死的战友们这么多年的付出，即便他们都是这部小说里一笔带过连姓名都没有的小人物。陈阿宇，我把我的力量给你，你一定要赢。我周身火热，钱天地将他的力量尽数给了我，可我也知道，他这样做会魂飞魄散，无法被复活。江安，你看好了，想给人修为，根本不需要双修。在他灵魂消散时，我才看清她是与我一样的女子。她在整部小说里没有留下名字，只有钱天地这个称号，也没有留下身影。她的样子完全是我自己想象中的投射。我脑中突然浮现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既然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，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能力，我思及我见，那凭什么我要接受我的命运？想到这，我的身体突然能动了。萧苏苏意识到我的行为，高呼让弹幕想想办法，可回应他的却是沉默。他不知道我已经掌握了规则，只要我想就能做到。我切断了他跟弹幕的交流，他惶恐万分，求你，我不想死。随后他深情望向江安，就算死，我也要和安淡死在一起。贱人，你动手吧，同生共死。这么好的结局，我怎么可能给你们呢？登上天地之位后，我复活了我的亲族和这场大战中死去的同胞。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绷不住落下。爹，娘，对不起。他们只是默默抱着我，像小时候一样。我洗去了他们的痛苦记忆，那些我为江安死去，他们为我报仇以及在地府的遭遇，他们不会记得。至于萧苏苏，她在地府体会着一遍又一遍自己被剖腹，女儿和儿子因自己而死。当然，我的亲族所受的罪，她和江安都要尝一遍。她想和江安做亡命鸳鸯的最终念想，我也没有让她实现。江安被关在更冰冷的地下19层，我不但在身体上折磨他，在精神上，他会陷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拯救我的无限循环。在每一次即将触碰到我时，他总会失败，1次、2次、10万次。我最后一次见他时，他已经失去人形，枯骨嶙峋，眼神呆滞，嘴里仍念叨着我的名字。阿宇，谅我。仔细听，他说的却是阿宇，别原谅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神官才告诉我，江安的神智消散了，他彻底死亡。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躺在星幕中，我好累。脑海中又出现一行行弹幕，女配改结局后，这部小说直接爆了。早就看女主是茶了，我果然还是喜欢看恶女的故事。陈阿宇，我们喜欢你。呵，变得真快。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文字是会杀人的，没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错的，除非他们也感同身受。小说界有个传闻，在逆天宠妃，天地清点宠留下对角色无脑恶评的读者，第二天全都双目失明。
原因未知。天庭重组后，我忙得晕头转向。家人们不喜欢天庭的冷清，搬回了人间，只留我一个坐拥荣华富贵和无尽的孤独。我很想有人能陪在我身边，哪怕他是一缕烟云。这样想着，我眼前竟真的出现一个熟悉的模糊身影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他的名字也将由我来给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